believes Zimbabweans are capable of spearheading game-changing, first-of-a-kind innovations that challenge the world's traditional ways of doing things. This car, you can also use it to power your house. It is a moving generator. When you drive from work back to your home, you can connect your power cable. 在现代社会，科技的进步往往集中在那些拥有雄厚资金和先进实验室的发达国家。然而，一位来自津巴布韦的高中辍学生正试图用一项可能颠覆我们能源消耗观念的发明，向这一传统格局发起挑战。至少，这是他所声称的。这位极具远见的非传统创新者声称，他已经创造出了世界上首款能够自我供能的汽车和摩托车。这究竟会成为推动津巴布韦在可持续能源创新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的突破性进展，还是最终沦为科学界悬而未决的谜团？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是，相关报道正引起广泛关注，各大媒体纷纷报道非洲的自供能汽车，令美国工程师感到震惊。真相究竟如何？让我们深入探究。麦克斯韦奇库姆布索故事的主人公。1980年，麦克斯韦奇库姆布索出生于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郊区人口密集的布迪里罗，在经济拮据的环境中长大，最终在14岁时辍学。尽管缺乏系统的教育，但他声称自己天生对工程学充满热情，通过自学掌握了复杂的技术技能，并利用废弃材料进行重临时性的发明实验。他最早公开的成就包括开发出可用的无线电发射器、数字导航仪，甚至还有涡轮发动机。而这一切据称都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培训或机构的支持。但是更引人入胜的情节还在后面。奇库姆布索坚信，他的技术突破并非仅仅依赖反复试验，而是源于神圣的启示。他多次强调，自己的工程学之路始终受到来自上帝的意象指引。这些意象据称赋予了他独特的洞察力，帮助他理解了其突破性成果背后的科学原理。根据他的描述，2009年这些神奇变得更加强烈，促使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绿色能源解决方案的研究中。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声称开发出一种名为微声波能源技术的工艺，该工艺据称无需任何外部燃料来源即可产生无限的电力。他最令人震惊的主张，也是最受关注的发明，是创造了无需充电的自供能车辆。与特斯拉等行业巨头生产的赖电池组和外部充电站的电动汽车或依赖汽油、非柴油的传统内燃机汽车不同，奇库姆布索声称，他的技术通过捕获环境中的射频能量，并将其转化为可用的电力，使车辆能够无限期的运行。他宣称，这正是他最新的发明——凯斯赛斯 （Casey）。D 的动力来源与需要外部电源充电的传统电动汽车或依赖汽油的传统燃油汽车不同，凯斯赛斯据称能够完全实现给自足。这款汽车搭载了奇库姆布所研发的微声波能源技术，据称能够从周围环境中收集无线电频率，并将其转化为持续的电力。如果这是真的，这意味着车辆可以无限行驶，无需中途加油或充电。除了行驶功能外，奇库姆布所还声称该车可以作为发电机使用，提供高达15千瓦的电力。凯斯赛斯的最高时速可达220公里，足以与特斯拉等领先电动汽车制造商的高性能车型相媲美。其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在于其宣称的无线续航能力彻底消除了困扰现代电动汽车用户的里程焦虑问题。听起来是不是好的令人难以置信？因为这很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幻想。真相的浮现在多场备受瞩目的展示活动中，包括津巴布韦总统埃默森、姆南加古瓦亲自出席的演示活动上，麦克斯韦尔奇库姆布索展示了他所谓的无需传统燃料或充电即可运行的自驱动汽车和摩托车，并声称其续航里程无限，最高时速可达220公里，甚至能够为家庭提供高达15千瓦的电力。然而，深入的调查揭示，这些说法中存在一系列令人不安的矛盾之处和未经证实的断言。PR Nigeria 和 Zimie 等多家事实核查机构的调查显示，所谓的自由能源车辆实际上是改装了标准锂离子电池，并采用了中国制造商零部件的传统电动汽车。批评者指出，将环境中极其微弱的无线电频率以纳伏为单位衡量，转化为驱动车辆所需的巨大能量，完全违背了既定的科学原理，特别是热力学第一定律。尽管奇库姆布索的说法惊人，但他从未提供过任何经过同行评审的科学数据或独立的验证来支持他的主张。相反，他的演示依赖于对所谓的商业机密技术的模糊引用，而他提出的专利申请均因其发明违反自然物理定律而未能通过。在受控的演示中，就连他本人也曾暗示其技术存在局限，原型机要么在展示后立即被拆解，要么只能在精心设计的人为实验室条件下运行。此外，奇库姆布索的整体声誉因长期未能兑现承诺以及夸大其词
未经证实的说法而受到严重损害。多年的调查揭示，他的许多发明实际上是市售产品的重新包装，并被虚假宣传为突破性的创新。他的声誉还因未经证实的迫害传闻进一步受损，包括在美国遭到毒害的戏剧性描述，他以此解释事业上的挫折和商业伙伴的流失。但这种说法缺乏独立的证据，似乎只是为了转移公众对其无法展示实质性进展的注意力。此外，尽管获得了姆南加瓜总统等政要的公开支持，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权威科学机构发布官方声明或认可他的主张。这种政治支持似乎更多的源于培养本土创新和民族自豪感的意愿，而不是对其技术进行严格的技术评估。奇库姆布索的说法与历史上许多类似的案例非常相似，例如斯坦利麦耶的水动力汽车或各种所谓的磁能发电机，这些都承诺提供无限能源，但经过检验从未能兑现。这类骗局通常依赖于投资者的资金，而非真实的科学依据。当被要求提供确凿证据时，发明者往往会以保密、声称遭到压制或需要进一步开发为借口。关于奇库姆布索发明的最可能解释是，他的车辆可能内置了隐藏的电池或其他常规能源装置，从而在演示中制造出自给自足的假象。此外，尽管从无线电波中采集能量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概念，但它仅适用于极低功率的应用，远远无法满足汽车运行等大规模电力需求。它很可能夸大了现有技术的能力，营造出革命性突破的假象。最后，考虑到缺乏验证以及类似说法的历史先例，这很可能是一起技术欺诈事件，其动机可能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或人名声。但请注意，非洲确实正在崛起，不要因为这一个案例而对整个非洲大陆的进步产生负面印象。那么，非洲汽车行业真的有好消息吗？近年来，中国企业已成为非洲汽车价值链中日益重要的合作伙伴，积极投资当地制造工厂、技术转让和绿色出行计划。例如，北汽集团等中国企业已在南非建立了重要的生产基地，其南非子公司成功推出了首款本土组装车型中国合作。浪潮的兴起正与中非合作论坛等高层政治经济论坛形成互补。中国承诺向非洲投资近510亿美元，这在引导资本流向注重效率、环境可持续性和创造本地就业的小型精巧项目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举措不仅包括对新能源汽车 NEV 的投资，还涉及建立装配线和零部件制造基地。这些设施对提升非洲大陆的生产能力至关重要。通过向非洲汽车产业注入先进技术和具有竞争力的融资模式，中国合作伙伴正推动该行业从依赖进口二手车转向充满活力的本土高品质汽车生态系统。目前，南非仍然是非洲大陆汽车制造业的领头羊，年出口汽车价值数十亿美元，年产量达数十万辆。参考数据，2018年南非汽车出口额约为 68.9 亿美元，产量持续增长，年产量突破 63.3 万辆。具体而言，南非2018年汽车出口额达约 68.9 亿美元，近年来产量持续攀升至 63.3 万辆以上，出口量更是在2023年创下历史新高，接近40万辆。这一强劲表现背后是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全球主要制造商的战略投资支撑。这些企业不仅包括中国企业，还包括丰田、大众、梅赛德斯、奔驰等深耕非洲市场的老牌企业。强劲的表现得益于全球主要制造商的战略投资，不仅包括中国企业，还包括丰田、大众和梅赛德斯、奔驰等长期参与者。这些企业正日益整合本地供应链，并受益于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AFCFTA 等优惠贸易协定。此外，从阿尔及利亚横贯东西的高速公路到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现代化城市轨道交通网络，正不断完善高效汽车生产与分销所需的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投资缓解了物流瓶颈，降低了运输成本，从而提升了本土制造车辆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例如，阿尔及利亚政府与中国企业的战略合作不仅推动了庞大高速公路网络的建设，还促使外国汽车制造商将本地组装业务纳入更广泛的经济多元化战略。完善的基础设施、中国的大额投资以及政府扶持政策正逐步推动非洲从主要汽车进口国转型为净出口国。根据南非汽车产业总体规划、2035汽车产业规划 SUB 2035等举措，目标年产量达140万。量约占全球汽车总产量的 1%。 若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不仅将提升南非在全球汽车生产领域的排名，更将通过加强区域一体化和非洲内部贸易，为其他非洲国家创造溢出效应。这种一体化至关重要，因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AFCFTA 框架下的区域贸易协定和倡议，有望使本地组装车辆的出口潜力翻倍，从而降低非洲大陆对进口二手车的过度依赖。
该领域长期以来抑制了本地制造业的发展。此外，中国投资不仅限于组装工厂，更延伸至开发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及配套技术。随着全球向电动汽车转型，比亚迪等中国企业正积极在非洲关键市场探索合资与本土化生产，旨在开发非洲丰富的锂钴等电池生产所需关键矿产资源。这种战略协同不仅提升了非洲新能源汽车的竞争力，更促进了技术转移与技能发展，为建立能够最终参与全球竞争的可持续汽车生态系统奠定了基础。随着南非等市场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开始攀升，这为打造更具韧性、更环保的汽车产业奠定了基础，使其能够适应未来全球趋势。伴随这些产业进步，多个非洲国家正推行政策改革，以刺激国内生产并限制二手车进口，从而扶持本土制造商。例如，南非和摩洛哥等国近期推出的立法举措，旨在提高汽车生产中的本土化率，并激励新技术投资。在摩洛哥，政府支持的项目已吸引数十亿美元投资，计划实现年产100万辆汽车的目标，并大幅提升本土化率。这些举措昭示着非洲大陆更宏大的愿景，将非洲汽车产业从边缘角色转型为制造、出口与创新的核心枢纽。中国资本与技术的强劲流入，缓解物流瓶颈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进步的政府政策，以及全球对传统与电动汽车需求的双重增长，这些因素的汇聚预示着非洲汽车产业的新纪元。尽管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提升质量标准及增强劳动力技术技能，但这些发展的累积效应已然显现。非洲不仅见证着零星的成功案例，更正逐步构建起工业赋能的连贯叙事，有望使该大陆蜕变为汽车进出口地区。这些发展的累积效应已然显现。非洲不仅见证零星成功案例，更正逐步编织一套完整的工业赋能叙事，有望在不久的将来使该大陆蜕变为汽车进出口地区。那么，奇库姆布所的声明呢？尽管目前来看他的主张纯属虚妄，但未来是否存在实现的可能性，让我们进一步探讨。解读微声波能源技术，理解微声能技术的基础是成熟的射频能量采集概念，其核心在于捕获环境中的无线电波。这些无处不在的波段来源于广播电台、手机基站和 WiFi 网络，并将其中微量的能量转化为直流电 DDC。在实际应用中，这个过程依赖于一种名为整流天线的专用设备，它能够从电磁波中提取能量。为的微声能装置 MEMSAT 旨在实现更高精度的能量转换，理论上可以捕获纳伏级别的极微弱能量，并将其提升到足以供小型负载使用的水平。射频能量采集领域的研究人员已经证实，在理想条件下，环境中的射频能量可以产生微瓦到毫瓦级别的电力，这足以驱动低功耗的传感器和物联网设备，但远远不足以满足车辆或家庭的电力需求。MSED 概念背后的运作机制涉及一组高效的微型化天线阵列，这些天线被设计为在特定的射频下产生谐振，并配合超低功耗的整流电路和 DC-DC 转换器，将极低的电压提升至可用水平。在实验室环境中，全球多个研究团队，大多隶属于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以及欧洲多所知名技术大学等机构，经成功演示了利用射频能量驱动小型电子设备的原型机。这些项目通常侧重于将能量采集器与储能系统如超级电容器或微型电池集成，以确保在环境射频能量波动时仍能持续供电。如果这项技术能够实现规模化应用，其潜在用途包括为电网供应不稳定的地区的家庭提供分布式发电，为车辆，尤其是在偏远或离网区域提供补充电源，以及集成到智能电力系统中，以提升能源自主性和增强系统韧性，其环境效益可能极为显著。通过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即使只是作为补充能源，这项技术有望降低碳排放，推动更绿色、可持续的能源未来。然而，核心挑战在于环境射频信号极低的能量密度，典型条件下每平方米仅数微瓦，这使得在没有额外技术方案的情况下，难以满足高功率应用的需求。迄今为止，尚未有权威的同行评审项目成功验证可实现1000瓦级供电的可扩展波能量采集系统。主流研究仍然聚焦于为小型设备供电，例如无线传感器和低功耗物联网应用。尽管时常有发明者称在利用环境无线电波发电方面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但这些主张都未能通过科学的严格检验。例如，围绕麦克斯韦奇库姆布所装置的说法已被广泛驳斥。专家指出，射频能量采集的物理特性本质上将输出功率限制在极低的水平。目前 MSED 概念仍然属于可持续能源解决方案中一个充满潜力但仍具投机性的探索方向，在真正成为能够显著降低化石燃料依赖的突破性技术之前，还需要克服诸多挑战。谁知道呢？非洲或许真能推动世界迈入这个新领域，毕竟这片大陆正从默默无闻的阴影中崛起。
非洲科技产业的整体崛起。非洲的科技革命主要由3大因素驱动：年轻的人口、日益普及的移动网络以及不断扩大的互联网覆盖率，共同为蓬勃发展的初创企业生态系统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拉各斯、内罗毕、开普敦和阿克拉等城市，创新中心与孵化器蓬勃发展，培育着新一代的科技创业者。他们针对本土挑战量身定制解决方案，涵盖移动银行、电子商务、可再生能源以及健康科技等多个领域。在这场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金融科技领域尤为突出，它正在重新定义非洲大陆的金融普惠性。肯尼亚的 M-Pesa 等先锋平台通过移动支付技术实现了革命性的突破，使得数百万此前无法获得银行服务的民众仅凭一部手机就能完成交易、储蓄和信贷。在此基础上，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金融科技初创企业，包括 Paystack、Flutterwave 和 Interswitch 等。他们提供创新的支付方案和数字金融服务，吸引了全球风险投资机构的大量注资。推动非洲科技崛起的另一个关键动力是平价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通信基础设施的完善。政府和私营部门共同投资扩展光纤网络，并建设数据中心，显著降低了互联网接入的成本。由此，数字素养水平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非洲人正通过在线教育、电子医疗和远程工作机会获取发展机遇。这种增强的互联互通推动了各行业的创新浪潮，催生出解决城乡社区日常挑战的应用程序和平台。电子商务和数字市场在非洲大陆也呈现出指数级的增长态势。像 Jumia 这样的企业，利用移动互联网日益普及的优势，连接不同市场的买卖双方，克服了曾阻碍多地区贸易发展的物流难题。这些平台不仅重塑了消费习惯，更催生出全新的供应链与分销网络，从而激活地方经济。这些项目的成功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进而推动了技术进步和市场扩张。农业科技、教育科技以及医疗科技等领域同样呈现迅猛发展的态势。非洲的初创企业正致力于开发智能农业解决方案，通过物联网和数据分析来提升作物产量和资源管理效率。教育领域也正经历快速变革，数字化学习平台正在重塑传统的教学模式。同样，农业科技、教育科技和健康科技等领域也正迅速崛起。非洲初创企业正开发智能农业解决方案，利用物联网和数据分析提高作物产量和优化资源管理。在教育领域，数字平台使得偏远地区也能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而医疗科技的创新则通过远程诊疗和诊断服务填补了医疗服务的关键缺口。政府政策和区域一体化举措在塑造非洲的技术格局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许多非洲政府现已认识到数字经济的战略重要性，并实施政策鼓励创新，简化监管流程并吸引投资。诸如肯尼亚的数字经济蓝图等战略旨在为科技企业创造更有利的发展环境，而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预计将进一步协调法规，并为非洲大陆的科技企业开拓新的市场。这一变化已引起全球的广泛关注，全球科技巨头和风险投资基金正加大对非洲初创企业的投资力度，被该大陆未开发的巨大市场潜力和独特的创新生态系统所深深吸引。谷歌创业计划、微软非洲计划以及众多加速器项目提供了关键的支持，从资金到导师指导，助力本土企业家拓展业务并进军全球市场。此外，非洲在科技领域的崛起正推动着技术概念与部署方式的变革。非洲的创新者不再简单的复制发达国家的模式，而是开创出深度契合当地实际情况的解决方案。这种跨越式发展的现象使得各国能够绕过传统系统，直接采用更高效、更具成本效益且可扩展的前沿技术。例如，在教育和医疗等领域，基于移动技术的解决方案专门针对基础设施限制和地理障碍进行定制，由此推动了传统体系难以企及的社会经济转型。环境可持续性是非洲技术革命的另一个关键维度。该大陆众多科技项目均着重强调可再生能源与绿色创新。从为离网社区供电的太阳能微电网到创新的水管理系统，技术正被用于应对紧迫的环境挑战。这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不仅有助于减少碳排放，还为发展中经济体提供了在气候变化面前实现能源独立和韧性的典范。这些进步的累积影响是深远的。随着非洲科技产业的持续增长，它有望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提升 GDP， 并推动长期的经济发展。数字经济正为技能发展和创业提供新的机遇，同时促进更高水平的透明度。随着科技产业持续扩张，有望创造大量就业岗位，提升 GDP， 并驱动长期经济发展。数字经济正为技能培养与创业提供新机遇，同时通过数字化工具提升治理透明度与问责制。这对世界其他地区意味着什么？为何中国如此深度投资于非洲经济，引领非洲迈向辉煌，共创全球新未来？
中国在非洲基础设施领域投入巨资，重点推进提升互联互通、促进贸易的项目，诸如铁路、公路及港口建设等举措，旨在改善货物与人员在非洲大陆的流动。例如，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轻轨，主要由中国进出口银行资助，服务数百万居民。这充分彰显了中国对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坚定承诺。通过中非合作论坛等平台，中国与非洲国家深化了政治纽带。这些联盟建立在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之上，并在国际事务中促进团结。中国对非洲的投资还旨在将非洲大陆更深地融入全球供应链。通过建设工业园区和经济特区，中国推动建立可以同时服务非洲及国际市场的制造中心。该战略不仅创造了就业机会，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更保障了中国产业的供应链通道。中国与非洲的稳固关系也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战略缓冲带。通过培育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政治上的团结，中国确保在非洲拥有可靠的合作伙伴。这在危机时期对维持贸易流动和获取关键资源至关重要。中国与非洲的全面合作体现了兼顾短期经济利益与长期地缘政治考量的战略视野。通过投资基础设施、构建政治联盟、整合供应链以及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做准备，中国不仅巩固了自身的地位，也为非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种互利共生的关系有望重塑全球经济格局，推动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整合供应链并为未来不确定性做准备，中国不仅巩固自身地位，也推动非洲发展。这种共生关系有望重塑全球经济格局，构建更紧密相连的世界。此外，还需要考虑到潜在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例如台海冲突。通过深化与非洲国家的经济联系，并培育政治联盟，中国得以减轻西方大国可能实施的经济制裁或贸易中断的影响。在过去的20年间，中非贸易呈现显著增长。2000年，双边贸易总额约为116.7亿美元，而到2023年，这个数字已经飙升至创纪录的2820亿美元。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同样引人注目。截至2023年底，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存量超过400亿美元，成为非洲大陆最重要的外资来源之一。这些投资涵盖了基础设施、采矿和制造业等多个领域，在过去的3年里，为非洲创造了超过110万个本地就业岗位。若因台湾问题爆发冲突，中国可能面临来自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然而，中国与非洲国家稳健的贸易和投资关系提供了替代的市场和供应链路径，有可能抵消这些制裁的影响。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不断增长的消费市场为中国提供了多元化贸易伙伴关系的机会，降低了对西方经济体的依赖。通过投资非洲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中国不仅助力非洲大陆的发展，也建立起了可以向全球供应价格具有竞争力的商品的生产基地。该战略增强了中国维持出口水平的能力，即便面临西方国家可能设置的贸易壁垒。尽管麦克斯韦尔奇昆布所的欺诈案件令人感到遗憾，但我们不应忘记，整个非洲正在崛起，并且崛起之势迅猛。未来的浪潮势不可挡，历史的回声，警惕免费能源的承诺。纵观历史，那些宣称拥有革命性发明的豪言壮语，往往既能引发公众的狂热追捧，也会招致科学界的强烈质疑。无数人曾提出永动机的方案，或者宣称发明了能够获取自由能源的装置，承诺以极低的甚至零成本实现无限能源的未来。这一叙事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早期主题，始终是永动机的探索。这个概念从中世纪到现代一直吸引着发明家们。例如，在18世纪，约翰贝斯勒，人称奥尔菲勒斯，声称制造出了一种无需外部能量源即可无限运转的装置。尽管他进行了精心设计的演示，但他的成果始终未能获得确凿的验证，至今仍然笼罩在谜团之中。然而，由此引发的论战却逐渐推动了热力学基本定律的阐明。到了20世纪，类似的声称再次出现。斯坦利·麦耶等人坚称其水燃料电池能够以水为燃料驱动汽车。然而，与许多其他所谓的自由能源装置一样，麦耶的发明最终被证实不过是一个精心包装的骗局。尽管他的主张最终令他声名狼藉，但公众的强烈抗议以及随后的调查却凸显了严谨科学验证的必要性。另一桩著名的事件发生在1989年，马丁·弗莱施曼与斯坦利·庞斯宣布实现了冷聚变。这一说法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他们宣称在室温下实现了核聚变的突破，承诺将开启一个廉价能源的新时代，这令科学界和公众都为之兴奋不已。然而，其他研究者未能成功复现他们的实验结果，导致该主张遭到了普遍的否定。尽管这场灾难最初造成了经济损失和声誉损害，但它最终促使科学界建立了更加严格的实验规范。事实上，历史上充
充斥着诸多案例。那些欺诈性或未经证实的声称，虽然带来了痛苦，但也成为了必要的教训。19世纪臭名昭著的蛇油推销商兜售毫无科学依据的灵丹妙药，这既导致了公众的幻灭，也造成了经济损失，但也促成了监管机构和标准的建立。这些如今都在保护着消费者的权益。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些失误并非全然是失败，在许多方面，他们恰恰是通向进步的必经阶梯。他们提醒我们，创新的道路鲜有坦途，试错的过程以及随后的批判性审查是真正突破的必要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界已经建立起强大的框架来反驳虚假的声称，这包括同行评审、可重复的实验以及日益精进的测量与验证技术。这种批判性评估并最终驳斥无根据主张的能力的演变，已经避免了许多潜在的灾难。如今我们身处一个虚假信息可以迅速被质疑和纠正的时代，这得益于科学知识的普及化以及促进全球协作的数字平台的兴起。揭穿欺诈性发明的能力不仅挽救了无数资源，更促进了真正的创新。我们如今能够怀着感恩之心回顾过往欺诈事件的教训，理解到每一次错误的尝试都为集体智慧的积累贡献了力量。高效科学方法与监管机制的兴起，正是人类精神在追寻真理过程中展现出的韧性的有力证明。我们怀着感恩之心致敬那些早期的质疑者和调查者，他们通过揭露欺诈性的主张，为真正的发明家扫清了推动社会前进的道路。在庆祝我们辨别真伪的能力时，我们拥抱这样一个未来。进步建立在经证实的知识和持续学习的坚实基础上。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感谢收看。喜欢这期视频吗？如果您喜欢，请点赞、留言并点击订阅按钮，以免错过我们的新内容。另外，千万别错过此刻您屏幕上播放的这期视频，内容绝对令人难以置信。